开始啊，润笔，先去用底胶润笔把笔给润透，就普通的底胶就可以。底胶放在这里啊，调在纸上。底胶你给我来点就行，我们一会儿会用的比较多，好吧？在这个纸上左上角都是这个底胶，都是底胶。来，把我们的光疗笔、圆头、平头笔都可以，不一定非得用我的这个平头。新手小白入晕染的第一节课，大家可能需要了解的是这种一个是手法问题，另外一个是这个不同的胶表现出来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好吧？分别去给大家进行讲解哈。然后其实晕染呢，大家不要去贴什么各个名字什么样的，不管是哪一种，它只用到两种晕染手法，第一种叫做干刷，也叫做干晕，第二种叫做湿晕，就是一个是直接干刷上去的，第二种呢就是要借助某一些透色胶去进行操作的啊。这得你这在我很想去穿，我想一年四季穿短袖，奈何不大行，身体不大扛动。来，第一个啊。干刷一般我们用的是罐装胶会比较多，为啥呢？我给大家试验一下，你们就看明白了啊。比如说像这个胶，一瓶10色胶，这是一个10色的胶，纯10色胶啊。打开之后，我去取一点点。干刷的意思就是在把笔润透之后，就是润好了之后，直接取你想要做晕染的这个颜色，在甲面上去进行晕染。晕染的话，关于定位来说，大家不要去想着说，哎，一个点、2个点或者竖着去刷都不对。你们甭管从哪儿开始，你就记得去找它一个斜对角线。也就是说，要么你就从左上角到右下角的这种，要么呢你就从右上角到左下角。如果第一个色块落在中间，那也是斜着走的，千万不要那个横向或者竖向去走，一定是斜着走啊。你们这个去了解一下就好。我们先铺上一个色块之后，先来看这个色块怎么去晕开。什么叫干刷？干刷不是说点上去之后你把边缘过渡，是不是在之前教大家这样做？做完之后是不是表面看起来有色块，对吧？你们现在润好笔之后取好颜色，刷上去，刷完之后直接大面积的刷。看到没有？刷长线，然后旁边不是一个长条的色块吗？咱不是要斜的吗？那侧边怎么让它斜过来？好，从这个位置开始往下面去过渡，你看见吧？你看第一层的晕染这就算完成了，晕染听起来很难，但是今天怎么能够让大家快速去理解它啊？我再刷一次，大家再来看干刷。甲面哪里想要有颜色，你就取好颜色往哪地方去刷。比如说我现在想左上角的、右下角的，好，我刷上色块之后，开始直接在原地拍，全部给它刷上去。刷好之后，你看带开颜色了，是不是一个长条形的椭圆形或者说长方形的那种色块？色块过完之后，我要往左下角去过渡怎么办？刷下来之后，这边没有呀，我不能这么斜着下来，斜着走行吗？也行，你看你直接这么斜着走也可以。对角晕染完成，这个可以理解吧？如果我竖着刷行不行？行，你看竖着下来之后，短完成，也可以长短啊，一定有长有短。你看它的对角颜色是不是就晕开了，对不对？一层叠加完了之后，如果颜色不够深，照完灯之后可以叠加第2层，同样的方法往这边去叠加，就刷就行了。那刷完之后边缘有不干净的色块怎么办？我们用一张湿的棉片，我放到这个地方，你们看在这里啊，把笔上多余的胶擦掉。擦完之后，你稍微去润一下笔，别太干燥，然后单独用干净的笔在这个有刷痕的地方，同样的跟涂色一样，再次给它涂开。刷开，稍微用点力，你看这个晕染的底色是不是就完成了？现在去理解这种干刷，还好理解吗？你没有热在冬天，气死我了！你这得气死我！我就多想一直1年4季的夏天。你要不来我这儿吧？来我这儿感受一下冬天，然后完了再回去就知道你过得有多痛快了啊！好了，这个能理解吧，宝贝们？能不能理解？有没有理解的你们扣脚印，不懂的你们就把问题打出来，好吧？这就是第一种手法，用罐装胶操作。你们看啊，不管你想在甲面哪里有颜色，你就直接刷就行。你想让2个颜色是分开的，那你就我这里刷2下，这里刷2下，刷完之后我单独把这块给它刷开，刷成一个边缘过渡的效果，然后这边我再单独的刷开。你可以这么做，刷的时候不要一直在同一个位置走，同学们看啊，不要一直在同一个位置走。刷完之后右边有边缘线，我们可以刷完之后在边缘线的地方轻轻的再给它拍2下，就一点一点的往右边去过渡，这种效果出来就好了，好不好？这个也是干净的啊，这还是一个10色胶，所以说用10色胶做完，你想要那种干刷晕染效果的话，它不一定是涂色胶表现的，但是你们这样能做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第一种干刷，没有问题啊。来，第2种叫做湿晕，咱先把这个手法过掉。过掉之前呢，给大家再分别去讲解啊，来看一下啊，这个我再去刷上一层。姨妈工作，一会儿我跟你玩好不好？稍等我一下。你去跟哥哥要吧。你看，其实就跟在甲面上色一样，上色的话无非就是漏了一块，是不是这样的颜色出来的感觉就比较的感觉有点透，但是实际上有一点实的，有点透是因为我涂胶涂的少，但是同样一个指甲，如果我用一个纯透色胶去操作，你们看一下效果，它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啊。还是这支笔，还是润好笔之后去取的这个透色胶，在甲面上去刷，你感觉就是看不到很深的这个颜色，能不能感觉到？对吧？就好像有了又好像没有，实际上是有一层淡粉的。尤其是在我照完灯之后，叠加第2层，你看它的上色度就显现出来了。一个透色，一个实色，它都可以这么去操作，也是用罐装胶做。但是这种方法不是很适用于瓶装胶，因为瓶装胶一刷很容易把那个胶都给刷走。你们演示一下啊。
那也倒是也可以，得看颜色吧。透色胶看不出来，实色胶，比如说我在这儿，哎，拿瓶装胶啊，刷上去，然后来我直接把这个颜色给它刷开，可以吗？也可以，但是它的上色度就要稍微浅一点点，没有罐装胶的显色度更高，就这意思啊。主要是不会两种颜色晕，不知道怎么分布，就是所有的晕染都去做对角晕染。你的这个问题我记着，就是晕染的定位问题，我待会儿把这个手法讲完，再给你去讲你那个，好吧？我记着你的问题啊。好，来，同学们，我现在想随机提问一个问题：当我把一个位置，比如说我这一层晕好了，但是我想单独把某个位置再加深的话，应该怎么办？也就是说，我是应该换个颜色呢，还是说二次叠加？换个颜色还是再去二次叠加？要加深某个小区域的话，再叠加小范围。对了，结合起大家所有问题都是一样的，叫做小范围再叠加。就比如说我现在做好了，但是我想在某个小区域再加深一下的话，那我们可以再去拿我们的笔，再去蘸胶啊，再蘸胶。你可以选择稍微深一号的颜色，没问题。但是第二层、第三层再刷的时候，你就不能再那么大面积的刷了，叫做小范围。你看我在这儿轻轻点点，是不是加深了？对吧？轻轻刷两下加深了。边缘不干净的时候怎么办？擦一下笔，单独把这个边缘再给它来两下，这个叫做小面积加深。对了，二次叠加啊，这个大家都懂，这样都懂。好，我们把它擦掉。这就是干刷里面的一个那个操作。如果说想表现更通透的感觉，就用透色胶；如果说想让它浓郁啊、加深啊什么的，尽量都用实色胶去操作。这就是它的一个对应的表现。来试晕，第二种方法试晕，看一下试晕是啥意思？这里写的是借助底胶或者加固胶或者晕染胶去进行操作的，这叫做试晕。但试晕呢，一般适用于瓶装胶，瓶装胶会更多一点点，更多。因为罐装胶，你比如说用晕染胶的时候，你用瓶装胶能晕开，但是你要用罐装胶的话，可能扩散不了。举个例子啊，来，现在甲面上我们不用别的，就涂一层这个晕染胶啊，晕染胶或者底胶或者加固都行，底胶吧，底胶大家都有是吧？你们咱先试一下啊，就普通的底胶。是不是借助了这么一层透色胶？透色胶不要照灯，然后去取我们喜欢的这个透白色啊，喜欢的透白色或者说是其他的颜色，任何一个透色系下油胶，就是瓶装胶。你看啊，我点上去之后，我随便去点，随便点。它的边缘会向外去扩散，但因为天冷的时候或者你胶过多的话，是吧？它的扩散性会慢。然后借助我们的这个笔，可能说需要把这个边缘某个地方你轻轻给它刷，你同样跟我们刚刚那种过渡的手法一样，但是现在不要使劲了，一使劲没了，看到没？这是胶细的不好处啊，瓶装胶的一个操作，刷，同样也是刷，它是不是也就晕染开了？但如果用罐装胶的话，相对来说晕的会更慢一点点，但是也是可以操作的。那怎么能够快速上手呢？借助干刷加湿晕的两种方式去操作。第一层咱们不是先去干晕一个颜色吗？大家来看啊，非常快速，我现在给你们，咱接着能做一个。干刷对吧？干刷我胶不够，我再取。我先把颜色铺上，铺好之后，我把这个颜色给它刷开，适当保留甲面的透色区。而且等你感觉笔发黏拉不动的时候，笔就需要再去蘸一点底胶，再给它刷，就是甲面上刷开就行，不要全部刷满就上色了。这个位置留了一块透明区域，这块留了一个透明区域，这样出来会好看一点点。这一层做好之后，我们先照灯，别照到胶了，我简单固化一下。好，来这一层照好灯之后，我们加深一下区域，像大家刚刚说过的二次叠加。哎，这里我想要深一点，那我就加深，小面积、小范围的去加深。这边也是小范围的去加深啊，加深一下，再蘸一点点底胶，润润笔再蘸底胶，笔太干了，因为加深一下2层，完事儿再照灯。好了啊，接下来我会借助加固胶、晕染胶或者底胶和实色白色去给你们晕一个，大家看一下效果。就是先看一下透色胶出来什么样子，再看这个实色胶出来是什么样子的。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哎，同学们刚刚说了，我不知道哪里该定位，那绿色是不是在这个对角？那剩下的空白区域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颜色的操作面积。那我可以用乳白色或者说其他的颜色去进行那个区域的那个颜色叠加吗？当然也可以，但是来看一下啊，就是干刷的话啊，来干刷，来这个地方，哎，我稍微加上一点，也是干刷。是不是这个颜色就叠加上去了？这边一块，这边一块，一个小对角。待会儿详细跟大家说对角啊，大家现在先简单了解，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来，同学们，甲面涂一层底胶，看啊，你们就当我刚刚那一层白的那个透色没有涂，就是绿色照完灯之后，先上底胶或者上晕染胶都可以。来，我会先去取我们的罐装透白色。罐装乳白色，第一层由浅有深，不是也要由深有浅吗？我不是加深了吗？我第一层不是加深了2遍了吗？
但不一定，你的款式需要大多数是有深有浅的，叠加2层，我刚刚照过灯了，叠加1层的啊。来，第2层，这是这个透色区域，来上了1层底胶，没有照灯，先去取这个乳白色，你们看啊，我先取乳白色。可以用罐装瓶装都一样，这边不是绿色区域吗？我们在白色区域的对角，哎，不用说非得特卡边，哎，从中间开始上去铺上胶，因为它胶发粘呀，所以说可能会拖动着走，所以用我们做建构时滑胶的手法去操作。大家看看2层颜色是不是晕开的效果就有点那种云雾状了？但是这个边缘揉开的效果不好看呀，那我们就借助这个笔，现在就是第2种了。大家过渡这种的时候，笔千万不要立着，就是你们想着只要做晕染，笔就趴下去做，把它的这个边缘从边缘线的内侧给它拖开，拖完你看拖一下就干净了，那就完事儿，就不要想太多，这边拖一下干净了完事儿。如果你力度太大，看力度太大胶就没了，所以说需要把你的笔手法要放轻一点点，给它可以拉长，也可以拉短一点点，给它过渡开，你看后边不就有了，对不对？这边弄好之后，笔脏的话就擦一下，这边有点实色边，同样的来看啊，轻轻的拉长，哎，一下完成了，那就完事儿。是不是就不要重复在那点太多？是不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种很干干净净的小晕染就上去了？无限换颜色，无限操作，2种方法叠加出来，第1种晕染完成，第1种晕染完成。有个毛啊，我把这个毛有个凸起，我把它这个毛去，好，做好就可以照灯了。照灯前检查不要有明显的凸起，适当留平一下下照灯。做晕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们就是不知道该往哪边过渡。有没有？就是我上了颜色，我知道我要做对角晕染，我也把颜色点上去了，但是我这个手法在过渡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对吧？就是线上线下同学综合有的，是的，再叠加镂空法式，当然可以叠加啥都行。我这里面还没有去加什么那个贴纸呀，又是亮片呀，又是这那，加什么都行，加啥都行。但是你想想，是不是所有的晕染手法它几乎都是这么来的？最常用的手法，1种干刷，第2种就是把这个表面的这个胶给它晕开一下就得了啊。咱没事，你们的问题我都记着，我待会儿再给你们详细去说啊。咱得一步一步的来。浩宇来帮我去把这个电话给发型叔叔，快报给发型叔叔。好了，来再看一次啊！刚来直播间的同学们，我现在这个绿色我就叠加1层，好不好？我就叠加1层，我用这个第2层干湿晕的时候，同样都是底胶，但是我换一个啥呢？我用那个实白色，我就不再用透白色去做了。把笔趴下去刷啊，感觉颜色太多的话就擦笔，重新再蘸底胶洗一下，完了再把边缘过渡开。你看，同学们，当你们发现边缘有这种实色边，有一条竖线的时候，你们不要想着这种横着去过渡，直接看啊，竖着刷完之后啊，左边过渡一下，相当于给它往那边去做个小渐变，给它拍匀，就那种感觉就可以。哎，这个先这样啊，给你们叠加一个明白。毛细血管的不行，可以看回放的，有太多毛细血管那种的，太多毛细血管。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接下来做的这种样子的，有毛细血管可以，晕染有 N 种表现形式，但是它不一定非得就是说我只能干干净净，只能怎么样的，没有固定。我要回家，你等我一下，我等工作完，好吧？我前照一下啊，照灯时间并不够。你像晕染款式那么多呢，你怎么能确保人家就是我只能怎么样，对吧？那晕染就太简单了。晕染的主要特点就是不规则和没有规律性。同样还是上底胶啊，你们来看，刚刚是不是那个指甲做的是一个乳白色，对吧？来看啊。还是记住我们是底胶，或者说这一层换成底胶，换成加固，换成晕染胶都可以。我再刷上去，不要照灯，然后呢取白色的甲油胶，哎，白色甲油胶来看啊，瓶装罐装都可以。来取胶，白色啊，白色湿纹嘛，湿纹是湿纹，晕染是晕染，湿纹晕染也是一种吧。来，同样在底胶上面之后，我在这里铺上一块，有点少，再来点。不要太舍不得，来涂上去。这边呢也是拖过来，也做一个对角，这是不是一个对角？对吧？这也是一个对角。好了，接下来你们要说的那种什么血管、毛细血管的那种状态就会出现了啊！刷的时候你总不能在甲面上这个样子呀，相当于什么？2个大色块，晕染要过渡的干净，一定是有深色区域，有浅色区域。所以当这个色块太大的时候，我们给它破坏一下，上面这里太圆了，好，我们给它稍微的轻轻的给它带一下。完事儿，这时候你看那种小小的毛细血管感觉就来了，因为你用的胶太实，所以说它出来的那种毛细血管的感觉就会更强烈啊。这边走完之后，尽量的晕染打什么呢？要比较清晰的情况下，我们给它走一个 S 型线条。比如说我刷，看我的左手，右手过不去，我一笔过去，好，我转左手过来，对吧？能看出来吗？现在我就同样一个指甲来说，哎，不好看，我再擦掉。咱先到这儿啊，现在还不好看，但是能不能发现透色胶和实色胶表现出来的感觉有什么不同？是用同样一模一样的方法，对吧？但是因为胶颜色不同，所以你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晕染。
这就是晕染你们的选择问题啊。但是来，同学们，我最近一直在给这个咱家的学员解答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做的晕染可以，但是出来的整体有没有发现这个白色从上到中间到拐弯这一整块的这个色块粗细大小几乎差不多，就是没有身子没有腰，咱人还有个脖子有个头有个身体有个屁股呢，对吧？所以说做晕染想让它自然，一定有宽的地方有窄的地方，再去走一个这种 CS 或者弧线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稍等啊，稍等，哎，609啊，你对，你直接进来放下就行。好。来啊，我把它破坏一下啊，你们看，来看一下死板，对呀、这肯定不好看嘛，那怎么着呀？来，就这么一个长长的，像一个长条状的，很粗细一样啊。我把这个，这个位置比较宽的地方，我给它擦掉，我把笔弄干净之后，我给它擦掉。你看我碰一下，是不是感觉好像变好了？好像变好了，好像没有那么，我就擦了这么一点点。所以当你们出现一个大长色块的时候，把你们笔擦干净，随便在某个中间的区域把它的腰给它刮掉。你看，你随便做2下都比刚刚要干净的多，要舒服的多，好不好？就晕染好像也没那么麻烦。把这儿再过渡一下。你们要的那种毛细血管也好，什么也好，它都这么来，粗细慢慢去走，效果就好多了啊。但是在刷这种的时候，不要手法太多，多了也行，它也是一种这个款式，就是操作吧。你像做美甲。款式没有对错，我一直在说款式没有对错，就是看那个上眼的感觉。你看，这样你戳的越多，甲面就会越乱。所以说，尽量1笔2笔完成就完事儿，就不要去反复做的次数太多了啊。当你甲面这种刷痕太多的时候，你就需要把笔擦一下，再去沾底胶。比如这里太脏了，好，我把它刮掉。你看，把它刮掉，边缘太实了，我稍微给它拍2下。对吧？还是那个样子去做，一模一样的，但是看起来就跟刚刚不同了啊！就尽量不要做的手法太多，越多越丑，越多越丑。好了，就是这意思。来，我再去完整把这个做一遍，你们看看。也就是说，哎呦呵，你看底色掉了，没有涂底胶，没有照干，没有照干，这好，就这吧。来，我给它遮盖一下啊。好，白色甲油胶。刷掉一块了。来，同样这边是颜色，对吧？这边就是这个白的。刷的时候笔转着笔去操作，立起来再放下去。你看这个色块是不是有大有小的，对吧？然后擦干净笔，过渡边缘，就跟我们那个刷胶一样，有长有短的刷，边缘去刷开它。这边我也需要刷，我也可以不刷，根据你们的需要去走，这样效果就好看多了啊。就是这个底色已经乱了，所以说怎么做都不好看了。反正你们简单揉眼，你看修复它是修复啥修复？你看底下都让我做坏了，你看擦的，因为没涂底胶，打板的话你中途第一层擦就容易断开。你看电视。先到这儿啊，这个先到这儿，我就不照灯了，这个太丑了，我接着把它擦掉，然后我们换一个甲醛再重新去操作啊，再重新操作。到目前来说，我讲的这些还能理解吗？给你一个手机，你看吧，行吗？给你这个 pad，没问题啊，理解就好。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刚刚的一个操作，就是干刷颜色。干刷上色，可能说需要叠加2到3层，然后你也可以再乘以其他的颜色，再加点其他色，就是它不一定说在1层上面只有一个颜色的出现，也可以加点其他色。完事儿之后呢，我们就相当于再叠加第2层，第2层就借助湿晕的方式去操作。你们别的先不用去学太多，就按照这个能做出来干干净净的晕染，有大部分都能做好。湿晕啊，再配合湿晕去叠加就好。可以用底胶涂1层，可以加护胶涂1层，也可以晕染胶涂1层，好吧？这是这种啊，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关于指甲这个定位的问题，先把你们的问题都解决掉，然后再做，你们就有更好的去理解。来看一下啊，我画了几个指甲，然后首先第一个说这个关于色块，我这个笔往哪边去过渡，也就是说第一个要给大家讲的是色块刷上去的一个过渡问题。同样，当我有一个颜色上去之后，同学们看啊，如果我在这儿上一个色块，这儿上一个色块，好了，上好了，但是在过渡的时候呢，笔我们是一个大长条的，对不对？你往下一直竖着往下刷，它是不是出来的就是变成了一个这种的？对不对？那下面右侧也是一样，这个小的你去过渡，有可能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感觉，2个大竖条在甲面上是不好看的。所以我们在过渡的时候，不需要360度的去给它向一周去过渡，只需要在一个色块挑选3个地方，去过渡开就行，就三个地方啊，挑3个边缘的地方，挑3个边缘，啥意思？我拿这个上个白色给你们，哎呦呵。然后我在纸上吧，纸上给你们举个例子，红色的好拿。来看啊，比如说在甲面上你涂了这么一个色块，对吧？你想把这个色块给过渡开，就不要说我只会向下或者向上去拉直线，
出来就很难受，一个大长条，这是我一直跟你们说的，没有腰，没有肚子，没有屁股，没有脚腕，什么脖子什么都没有，就一块一个大长条，直直愣愣的，就跟竹竿一样，不行。那我们要做的时候，3个地方啊，来，比如说在这儿再点一个，刚刚这个色块相当于底下一块，上面一块，这个时候你们只需要额外再叠加一小块就行，什么意思？来，这里拉长线，长短短。长啊，短短往两边去过渡，这是第一块区域过渡完了吧？来，第2块区域，我比如说我想往这边走，好了，你们的笔就往这边斜着去，长短短，哎，2块，晕染完了吗？没有。那第3块来，在这个地方我选一块，第3块。好了，这个晕染就算完成，相当于就是在一个地方1、2、3，3叉，你不一定3叉非得均匀，但是你过渡的时候手法一定是长，然后过渡2侧，长过渡2侧，不能让这个中间直接竖着在同一个位置走，拖下来之后向2侧稍微过渡一下，怎么乱怎么着都无所谓。总之两边的这个竖切要给它破坏掉，然后刚刚说的3就是1、2、3，3个小区域，有长的有短的，不规则的长短，是的，有很多小白可能上来去听不大懂啊，挑3个边缘，不能有直线，不能有长直线。不是说不能有长直线，可以有直线，但是不能太长，好吧？你的这个色块晕出来就是很随机，很好看，一定比你们那种长条条的要漂亮。就再比如说像刚刚这一个长色块出现了，那我只需要在这个位置稍微给它，哎，短，给它再稍微来一块，这块有点太板了，那我在这边稍微过渡一下，好了，你这么一大块的面积做完，一定比你愣弄的这种东西要好看得多，好不好？这就是晕染在过渡手法的时候，想让哪边有颜色就往哪边去过渡。咱们再来找甲片，上手去实操看一下啊。我还是用红色给你们演示，你们能看清楚。这个甲面上看好，我比如说就按照咱们刚刚定位的，我在这儿涂上一点点胶，对吧？现在先一块一块的去说啊，铺好一个色胶之后，擦一下笔，再沾底胶，润笔。好，接下来看，先去拉长，长完了吧？一个大长条，瞅吧，长，然后旁边有一条直线，需要把这个直线破坏掉，那怎么办呢？旁边2下来，1、2、1。能看见吧？是不是这边就舒服多了，就不像刚刚那种很板的样子了？来，上面也是一样啊，上去长短短短短短，对吧？哪里有不规则的就那啥，我外甥不好意思，有点发烧，不大舒坦，见谅啊！快速给大家讲完。是我目前来看，我过渡了几个区域，2个区域，一个下面，一个右上角。那我们再加上第3个区域，我说了，最多就挑3个边就得了，最多挑3个边，又碰了一下，最多挑3个边。那这边有点太实了，怎么办？咱同样的，这里你拉长也出去了，用不了，所以我们就在这单独的从过渡一下，完事儿。你看这个晕染就完成了，你接下来再去叠加第2个颜色就可以了。现在能理解吧？听我讲，我外甥呀，就是小孩一生病就可磨人，平常还挺乖的，这非得跟着我来了吧，就还这那，完事儿。好了，这个第1个颜色就算完成了啊，就算完成，咱们去照灯。你咋知道我刚刚瞪他了？你咋知道我刚刚瞪他了？王子一瞪他不说话了。该睡觉了，一发烧难受。没事啊，咱课得还是得讲。今天我外甥可好了啊。稍等一下。好了，这就是我给你们说的那种过渡3个。那现在我叠加第2个颜色，刚刚有同学不是说我不知道2个颜色该怎么去叠加吗？咱随便去找点什么版啊，随便我从小红书上。咱不是说模仿人家的啊，就给你们随便举个例子，叫什么晕染美甲，我随便搜这个关键词出来啥算啥啊。来，大家看一下，能不能明显的看到2个颜色区域的分布？能不能看出来？随便分的啊，这个白色和深色明显吧？你看看是不是它对角的？你就看深色区域是不是斜着走的？你看谁家的那个晕染是横竖线的？你甭管哪个，它一定是有斜向纹路在的。你看这个也是。对吧？斜着走，也就是说，在指甲上一般表现为2种，第1种是深色区，第2种是浅色区。深色区我们做这边的对角，那么浅色区就做另外一个那个位置的对角就可以了。它可以中间稍微有点重叠，但是不需要说完全盖住，让它边缘有点交界处可以，但不用非得完全把哪个颜色谁把谁盖住，不需要啊。所以这个要多多注意，我再随便找，你看谁家的那个晕染，也甭管哪个，咱说人家赞高或者低啊，那个流量好或者不好的。那是不是都是斜着对角？你们不用去想2点定位、3点定位、4点定位，不要考虑那个，会把你们受限的。你们就知道我在任何一个情况下，我这个笔的颜色放到哪里了。好了，我再找它的一个对角区域去叠放就好。比如说这个红色放上去了，我们叠加第2个颜色，这个透白色啊，透白色，你用纯白就有点太实了。现在底色有点偏透嘛。好了，这边是怎么样的？它在这块区域走的，是这么斜着走的。那这一块是不是透明的？那我在透明的区域再叠加上，我是不是可以这个样子？也对角着去做，但是铺色块你们也要注意一个点，就是我要再给你们写一下，就是定位斜线对角，但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色块一定记得有大有小，
不要全是大的，也不要全是小的，一块大的一块小的，你过渡出来试试。因为这边透色区域留的多，所以说我就白色上的多，这边只有一点点，我要斜着去做，我就算把红色盖住那么一点点也没事儿，但至少能保证我这个白色是什么样的，哎，是斜的，是斜的，是倾斜的啊。你的假面凹凸不平，凹凸不平正常呀，凹凸不平，所以说需要我们家属找平。你在过渡的时候需要把你的手法那个胶给它拉平嘛。你看我这个雕是不是也是凸起的，对吧？那我们过渡这个晕染在晕染边缘的时候，不是说只晕染这儿，晕染这儿的时候你再怎么弄，它中间的凸起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既然中间胶多，那我们就把笔放到中间的位置，然后看直接向下怎么着来着？拉长，看看侧面是不是立马下去了，对吧？你把中间的胶给它拖开，拖开。长的，但是我这个笔有点脏，那我就擦一下笔，完了我再单独的短，还是我们刚刚那个手法，长短，哎，完事儿。这边呢感觉胶有点挤，胶多了，那我长短，长短，慢慢去铺。对，轻轻的要放揉在胶上面，不要用力，一用力的话这个胶就没了，好不好？一定要轻轻的，我们轻轻的去给它走。脏东西擦掉，多少留着点刷痕啊、触痕都没事儿，没关系，不用非得去讲究那么多啊。你看越刷胶越少，说为什么老师我为什么做完不上色了？因为你们把多余的胶都刮掉了，现在是没有凸起，但是胶也没有颜色了，对不对？这边也是一样啊，轻轻的给它一揉边缘就好，拉长拉短就完事儿了，拉短线左右都可以嘛。唯一一个不行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不能这么做，就是任何晕染不可以这样去操作。我比如说啊，我待会儿擦掉它。上个色块，我想往右上角过渡吧，你的笔可以斜着，哎，我斜着上去一点点的往右边拉长直线或者短直线过去，但是笔不可以这个样子横着走。笔不能横着走，或者这边也不能横着走。假面它竖向来说，它是一条接近直线的，但是你从这边看，左右两侧它是有一个弧度的。如果你的笔横着这么去走，就是这样去刷，横着走的话，相当于你用笔尖再去刮这个边缘的胶，所以你的色块边缘就会特别的明显，看到没？但如果我斜着拉，至少它的面是平的，出来的感觉就会更加的细腻，更饱满一点点，好不好？这是这个啊，这是这个，我这么说大家能懂吗？其实今天的课跟其他的课之前的课程也多少有点关系，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横着去走。这是一个大忌，你横着去过渡，谁都过渡不好。你让我也过渡不好。你可以斜，可以竖啊，但是不能横竖，什么胶都可以晕染的，什么胶都可以。彩绘胶上色贼实，彩绘胶上色有点太实，啥胶都行，都能做晕染。上下的倾斜，对，不能横着啊，不能横着走，是的。可以吧？看看，其实你们能会这个水彩的话是最好的啊。咱们再去上一个甲片，然后再做一个完整做一个试，快速做一个，叭几个点。哎，刚那绿的呢？绿的上哪去了？在这儿。就拿这个来说，刚刚是一个这种通透感的，然后我再借助通透感一层层往上加。接下来我要再给你们讲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关于这个颜色层次怎么去加，就是不是那种很高阶的啊，不是那种很高阶，但是也是一个必备的手法。基本上这个弄明白，你们晕染相对来说还是挺好理解的。来，第一层。不是小细节，是的，之前也讲过。你看我这么是不是斜着刷的？是不是也是斜向线？我就故意多做点其他的形状，但不一定非得做对角啊。刷上颜色之后，边缘我会刷，你看也是斜着，没有竖着，不是没有这种横着走的啊，都是斜着去走。就是咱家同学出错越多，我就越有的给你们去讲；他们出错越少，哎，反而后期你们都会呀，我还讲啥？好了，完成照灯。不叠加上色了，然后这个时候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如何表现它的层次。到目前来说，这些都还行呗，是不是？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怎么表现层次啊，把这外层给我堆一桌子东西。来看，咱先不说亮片，不说饰品，不说别的，然后我先去把颜色说明白。就是在晕染的时候啊，想要表现层次，或者说它有那种深浅变化，一看有深的有浅的，你们就记住，先去做深的，再做浅色的。也就是说，打底色，指甲底色可以是透白，可以是透粉，可以是杏色，可以裸色，底色什么样无所谓。在打完底色之后，我们先去叠加这个深色区，比如说这个绿色，我叠加到这儿之后，我觉得它够深了，但是我还想再黑一点，再重一点点，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去叠加一些深绿色往上去堆叠，对吧？来看啊，同学们。这是一个拍拍胶的黑，我直接用这个拍拍胶的黑，也就是说我两部分，第一部分我先叠加深色区的颜色，哎，这边对的，稍来点就行，因为黑色太浓了。叠加好了之后，擦一下笔，润一下笔，来把这个颜色给它过渡开，同样的刷，你看刷。实色胶越重的越容易有刷痕，没事啊，擦干净笔，再去沾底胶，再把这些刷痕给它做干净就好。不要全部晕开，甲面上有点这种深色区就行。它是不是又加重了，对吧？有些小区又加重了，这个公毛还是啥呀？就搓胶了啊。然后这一步去照灯，多照会儿啊，我照灯时间太短。
指甲盖很短的是不适合做，可以做，可以做，那种指甲盖短的才好做呢，指甲盖短的才好做呢。你只需要在甲面上涂一层底色，完了单独做一个颜色的晕染就可以。就比如说你整甲涂一个淡粉色，上面做个透白色晕染，完事儿，那个晕染好做，指甲短的也能做。加深，加深完了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再加深，再加深就可以用到什么呢？比如说晕染液，比如说这个黑色系列的晕染液，或者说是再涂磨砂封层上水彩，对吧？这都是可以的。来，哎呀有浮胶啊，我忘了给它弄浮胶了，是不是越来越深？就是先把这个深色区你不停的往上加呀加，一直加到你觉得最深的那个感觉，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完事儿，哎，我们过渡一下，过渡一下。我都没有这个啥呀，洗下水了，很危险。哎呀，怎么这么丑？我错了，怎么这么丑？先这么看啊，先这么看，一会儿我给你们好好做的漂亮啊！来，不停的再加深，加到这儿了之后，是不是已经到浓度最大的地方了？好了，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隔离一下，涂一层底胶。涂底胶隔离，也就是说，咱们先把这个最深的地方从浅，比如说从透棕色到棕色到深色，哎，一层层加上去。加完了之后呢，我们涂一层这个，开始再去做白色的由浅到深。白色的最浅是啥呀？是这种形状的透白色，对吧？那我们就先在甲面上，哎，少一点儿，做一个对角的晕染，把这个胶铺上去，然后那边这边，对吧？一大一小的色块过渡开。先理解意思啊，先理解意思。哎，先把这个乳白色过渡开。有种中国风的感觉，你看美甲你就做失败了，是不是？丑的时候它也有丑的风格，我就故意做丑的，谁能知道是不是？啊，乳白色浅色区是不是上了？白色最浅的地方咱叠加好了，照灯，多照会儿啊！现在晕染液什么作用呀？叠加上色。晕染液你们可以在课程里单独搜一下，晕染液有点类似于水彩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叠加上色用的，但是现在用水彩比较多，因为我怕你们不会用水彩，所以我就今天没有用水彩，就是你们理解为就是它能无限往上加深做纹路的那种效果。比乳白色深一号的颜色是啥？什么情况下能比乳白色要深一点点？白色使劲往上加是增加什么浓度？亮着，可能没大有电了，亮着。等会儿啊，可以你帮个忙，从地下有一个灯，白色的灯，你帮我拿起来呗。哎，就那个白色的灯。对，递着给你嘛，谢谢。大灯照一会儿啊，失败，非常失败。照灯先去照灯，照灯期间咱们再搞一个。来，从浅到深，边再做另外一个啊。浅色照灯，再叠加一层吧。好，第一层叠加好了之后，再去取胶，叠加第二层，看变深了啊！小面积范围往上叠加。第二层完事儿，倒灯，快吧。就你都不需有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太多，我这个先一放，我用另外一个，那个太丑了。待会儿我把它做完，你们应该就觉得还行。你要看我做出来就觉得丑，但是只看最后的效果。哟，这个纹路，老师你的纹路怎么表现的？我要告诉你是塑胶缩的啊，你就听不懂了，是不是？好了啊，这一层结束之后，深色够深吗？不够深，我会取这个用一个，我这个拍拍胶啊，就是那个谁家的那个拍拍胶，抖音天天推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然后再用里面的这个深色再去叠加。我看到它的比较方便，我就拿着它。棕色对吧？深色区我再往上加，有点多了啊，擦一下。拍一下。现在能理解这个颜色由浅到深是啥意思了不？就是比如说都是黄色系，都是棕色系，我由浅到深一层层往上加，哎，颜色是不是越来越重了？对吧？到这一步之后，好，完事儿我们去照灯。
下一步就开始啥了？去叠加浅色的，把深色加完之后开始去加浅色。好了，到这一步，乳白色刚刚我们用透白色叠加了一层，但是透白色它不够浓呀，颜色不够重，还不够那个白，怎么办？那我们就去选一个稍微再浓一点点的白，再给它继续往上加。加的时候就跟绿色是一样，不要说我底下有色了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其实是一样的。取好这个透白色之后，你比如说这个位置，我再加一点点，对吧？这里我也加一点点。加好之后擦干净笔，再用我们过渡的这种手法，揉开拉长，拉短短短短短，长短短短，这里上去啊，让两个颜色连接到一起，那我就斜着上去，上去是不是连上去了？旁边这里不够自然，等把这儿做好之后，我再做上面就行。你看下面的颜色是不是更浓郁了，对吧？上面长短短短，长短短短，3号啊，1、2、3，3号区域不要太多了。这边也是，你也可以稍微过渡一点点，继续往上去叠加，是不是一个深色一个浅色，它的一个对比强烈，效果就出现了。那怎么来的？其实都这么来的啊，都这么来的。太丑了你。好啦，这个我就直接先用这个乳白色叠加，看看。推特老师对天天推，我现在可不爱刷抖音了，我是为了我直播我去播一会儿，直播完了我抖音几乎都不大打，就偶尔自己的那个号我还玩一玩啥的啊，但是几乎都不打，因为我觉得抖音现在成天就是各种卖东西，我就看点别的。上上去，深色区避开它，对角去做白色。我这个用的是那个比蘸底胶去过渡的方式，当然老师我这个方式我做不好，我刷着刷着胶容易刷没或者控制不好的话，你们可以在甲面上干啥呢？上一层那个底胶或者加固胶去晕开它的边缘。你比如说像现在看起来白色还不够浓郁，是不是？那我们就再加深一下，你们看看第二种方式方法怎么去操作啊？等，水彩这么做吗？你们要看水彩吗？水彩其实跟这个就没关系，水彩只需要在白色，就是你做晕染的最后一层去叠加就行，水彩都加在最后一层。你比如说像这个，对吧？水彩一看就在最上层的，你看底下的深色，我这个跟刚刚的唯一区别就是底下加了亮片，就是亮片加上去，在深色加深完了，底下的乳白色晕开，完了最后用水彩上色。你可能之前看这个好难，现在可能就会更容易去理解这种款怎么做。一会儿我这个上一层鸡皮磨砂封层，就是用水彩上色的时候，最好用那种就是不是说那种隔粉磨砂，你想什么？你想睡觉了是不是？你耳朵有抽抽？行，我知道了，我马上弄好了啊，给你弄抽抽。磨砂封层啊，磨砂封层。来这一步，来我再把这个给大家再做，来看这个是不是跟刚刚那个长的区别，就是没有贴纸，没有亮片，对吧？但其他都是一样的。刚刚这一层白色是直接刷的，就有一点点刷痕，但是你也可以上一层底胶加固或者晕染胶，上去之后，我再借助这个透白色，再加上一层，它出来的那种效果会更浓郁一点点。做晕染千万不要不舍得用胶，就是你胶越少，可能边缘的那种感觉会越浅。来把这个边缘揉开。是不是浓郁起来了？有没有发现这个跟上面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在那个不同湿晕的手法中，它出来的不同效果。你看这种看起来就好像飘在上面一样，因为它中间有一层透色胶呀。什么透色胶？就是我们的底胶啊，用我们的底胶隔离了一下嘛，对不对？给它绕平，涂了这么一层，在底胶里面去上胶，所以它出来的颜色感觉是这种的，就飘在里面的。2层，好看了吧？是不是效果就漂亮了？得一层层加，别着急啊，朋友们，不要着急。等，没事，不要紧，我给你们讲完再弄它就行。我俩来成从小跟着我已经锻炼出来了。好了，来最后一层，你们就是到刚刚那一步的时候，其实你们里面加点亮片呀。我其实主要目的是啥呢？能让新手或者说一直晕染存有什么问题的这一部分同学，看完这节课之后，你网上看到任何一个教程、任何一个款式，你都知道是怎么做的，而不是说我好像会又好像不会，不能出现那种感觉啊。这个也照下灯，也上一个磨砂封层，来看看给你们上个水彩，我把这些收起来。哎呀，慢点，宝贝儿。我收起来之后，我一会儿给你们用亮片再去叠加，你们理解一下。其实这有一个教程我给你们出了，就是我刚刚做的那个棕色这一个的晕染教程已经出了，这个已经有了，等回头发给你们看看就行。3点了，你上学了，一会儿马上好了。磨砂封层，当妈的可不容易了。这还是我们干这一行比较自由，有人上班的，谁允许你带孩子上班，是不是？都是很辛苦的。然后这批线下同学有来学习，还带着宝宝来学习的，我真的就是，哎呀，有点就是说不上来，就比较都跟自己好朋友就有点心疼那种感觉，哎呀，都不容易啊。磨砂封层啊，同样也是上的磨砂封层。
你们都卡吗？你们卡不卡？卡的话，你们切换一下那个网络，切换一下网络。你的问题没看见呀？我刚刚说过了，我刚刚你的问题回复过，你可能没听清楚，是不是？蜡片上面你可以，比如说你想要给它包起来的话，你可以用底胶隔离。但是你是不是在上底胶隔离的时候，可以顺带的用这一层底胶去做个晕染呢？对吧？可以同时就是在一层胶上能解决的，就不用2层去解决，不用2层解决。我说一会儿我那个教程不是给你们出了吗？我说明年要上教程，还说那个啥来着？我待会儿再给你们去贴一个带亮片的，你们就理解了，过一遍好吧？反正咱不差这一会儿啊，做美甲也快。白色啊，挑一个白色的水彩。水量不要太大，水量大的话在甲面是会容易淌，所以就稍微吸一下水，去一下水。好了，在这一步之后，白色应该叠加到哪儿呢？这边是绿的，这边是白色的底色，是不是就往白色底色上面加？你甭管是斜着走还是横着走无所谓啊。但如果说你的水彩相对来说调的浅，那么出来在上面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这个水彩浓度大，那么出来的效果会更不同。你看，同样是不是也是对角我去摆放的？对吧？也是对角摆放。那有之前刚好有同学问，那边缘这个位置有点水渍怎么办？你可以就是用另外一支水彩笔，或者说是啥呢？你把你这个笔弄干净之后，在刷的过程中把这个颜色给刷掉就行了，它可以刷出去的。好吧，水彩这一层晕染的纹路，纹路的一个上色。好了，这一层稍微干一干之后，我想要叠加一下其他的纹路，那我们同样把笔趴下去啊，用笔的侧锋去画，哎，我可以立起来，就别再那么大了。慢慢的这边同样再过来，多余的水分去掉。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纹路，我想让它往哪儿走，是不是咱就可以给它刷过去啊？刷过去，同样白色就在白色，水彩白就在水彩，不是白水彩的白色就在你底下的白色那个位置。但这样做完之后好丑呀，你边缘太实了。那水彩的晕染又怎么晕？其实就是在上完颜色之后，把笔给怎么样洗干净啊？不需要有什么多余的颜色，拿着这个笔在这个颜色的边缘揉，这样水有点多。小雨，帮我收上纸巾，谢谢。在茶桌上。这里丑咋办？那你擦掉，慢慢的擦掉，是不是就好看了？就没那么难受了。所以大家上色的时候不着急，做不好看咱就再等会儿呗，是不是？再等一会儿呗。多余的水给它去掉，这边可以适当保留，就这样也行，但这个位置有点丑啊，去掉。我自己说实话，我也不会想象到这个水彩最终会呈现什么样子，反正也是随机，出现啥样就啥样吧，所以经常性你们想都是一模一样的晕染纹路来，不可能，因为每次手法下笔力度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往哪儿去过渡，我只是想在上面叠加点颜色，然后把边缘晕开，就这么去做啊，就这么去做，这个完事儿。不要画蛇添足，我经常玩水彩，我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画蛇添足，本来挺好看，越戳越乱，然后这个白色水彩就上去了，水彩一定是叠加在最后一层的，包括这个上面也去一块去叠加，你们看看，刚刚已经比较浓郁了啊，马上完成好，等一会儿马上就好，来，颜色有点浅了，就再加浓一点。加上去，过渡边缘，揉边，这是晕染的水彩的那个基础技巧里面的啊，揉边，就是把笔洗干净之后，把颜色的边缘给揉开，就叫做揉边，用揉边的技法开始去操作。完成2层。它是不是一层层叠加出来的？就今天看似一个好像是很入门的东西，但是我们慢慢去加上去之后，可能效果也会不平凡的啊。我最后封层一下，你们看一下效果。你们可以在这个咱们做的每一层中间去叠加不同的这个款式，好不好？叠加不是不同款式，不同的一些饰品。我本来是加了一些，拿了一些亮片啊，拿了一些这种什么不灵不灵的东西，都可以去叠加。我再给你们做最后一个啊，我把这个封层你们看一个，这最后一个。所以你们就记着，先做深色由浅到深，然后再做浅色由浅到深，然后中间可以是不一定哪一层上，你可以加点不灵不灵的，或者说不同的一些什么效果都可以。这个一个入门比较相对来说好上手的一些操作方式。这是最后一个效果，通透感就出来了，还可以啊，还可以。小个灯，小个灯。
同时那边照着灯，这边再去快速过一个，你们看一眼啊，看看贴亮片呀，或者有饰品叠加的情况下，你怎么去操作，能不能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哇，这不灵不灵的，带劲。来晚了，对，来晚了，都快结束了。这个会吧？上色，直接随便刷上去，照灯。就是刚刚做的那俩，刚刚做的那俩，那个拍拍胶好不好用？我说实话，你们得配点好用海绵。但是我给你们看看啊，它这个上了你们就是我有一个小技巧，我发现一个小技巧，就是你们甭管用谁家拍拍胶，不要在那个色胶或者说底胶之后拍，它都不好拍。你们可以中间涂一层加固胶，擦掉浮胶之后去拍会更细腻一点，也还行吧。就有的颜色行，有的颜色一般，都还可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一个装饰嘛，就是中间添加无所谓，就是它不需要像胶一样要求那么高，好吧？还可以。来看啊，同学们，这一步之后是不是上了一个底色了？哎，底色完成，我去取这个亮片片，在我们深色区域去叠加，然后它里面有大亮片，我是搁点大亮片，大的。同样的，在这个深色区上面做一个对角。我在这先叠加一下，你稍等啊。叠加，这一步可以用金箔贴金箔代替，照灯。我把镜头往这边挪一下啊，往这边挪一下，倒是挺方便。你们想冬天做那种美拉德色系的挺方便。外甥在这儿，在我怀里抱着睡着了，所以我往这边挪一下。哎，同学们，咱接着往下看啊。这一步完事儿，我们取一个透色胶。接着在亮片，刚刚有同学不是说怎么去叠加吗？我怕你们确实不会啊，我就再做一个，看这儿能不能不虚焦？哎，这样不虚焦。来看啊，在亮片上面我也可以叠加颜色，但是我不会把所有的亮片都盖住，就是你可以盖住一点点，但是如果你全盖住的话，它可能说出来的那个金闪闪的那种不灵不灵的效果就会减弱，所以适当来一点点就好，好吧？这也是在颜色的一层层的加深啊，一层层的加深。完了，我再用这个直接拍拍胶那个吧，快拍拍胶来没了。我知道你该上去，等一下。大卫城要学画画，别的啥不学，就让他学画画，就这吧。左灯，深色叠加好了之后，我们就直接上浅色。哎，这就到这一步了。那这个亮片它是太凸起的呀，它不好看，是不是？亮片这么凸起，完了我直接上胶，它能好看吗？是不是像同学说的需要隔离一下？是需要的。那隔离的时候，你用底胶也好，加固胶也好，是不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一层胶，同时去做一个试晕？放床上，在我教室里现在还没有床，等会儿不要紧，马上好。看听起来真挺那个啥的啊！不要紧，我大外甥就是打小就跟着我这么过来，有时候都是顾客抱着孩子都，咱做个美甲师多不容易。然后俩外甥就来找我，这段礼拜六、礼拜天他们放假休息，就得跟着我来。看看涂上一层，我用的是底胶，你们可以用加固少平了吧？那我是不是在这一层上我就不用再额外叠加一层？那我直接接触这一层，我去做一个晕染多好，那我不就省一层胶嘛？甲面就比较那个啥了，就是不会显得那么厚重了啊。我性格温柔，我很喜欢小朋友，我们家亲戚所有的孩子打小跟我玩都好，我就特喜欢小孩了。这边对角晕染，揉上去，大胆上胶，保留透色区域会更通透一点点。然后我也没结婚，拿着人家我姐孩子玩，我姐就让他们学那个该学的语数英啥，我就强行让他学画画，他好画画，哎，叠加上去，呼噜了，感冒了，他有点发烧，就鼻子不透气。主要是他现在这个姿势蜷着，就是窝着啊，紧窝着，叠加上去，亮片就这么叠加啊，再照灯，呼噜了，差点生脑散，被家人阻止。还行是吧？
吧？现在加上亮片，感觉跟刚才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在这一层之后，你可以用白色甲油胶再去叠加，也可以像我们刚刚一样，我再上点水彩呗，倒也可以。上水彩的呢，因为水彩它的整体表现是偏透的，所以说这一层用水彩做的话也可以，它就没有那种很浓郁的感觉。浓郁的感觉怎么表现？是这个，就是你需要用比较满的那种颜色深一点的胶，一层层叠加，先是浅一点，就是特别透的那种白，再用浓郁一点点透白，最后再加上这个白色水彩，一层层出来效果更浓郁。如果你只是在薄薄的这个透明甲片上直接上水彩，出来的感觉就是薄薄的。所以说想要浓郁的话，颜色乳白色要多叠加，在乳白色上面去做这个水彩会浓郁。但如果想要通透感表现的话，那就直接什么样？就在你款式之后啊，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上这个磨砂封层，在这儿。就是比较入门的啊，后面有一些那种层次晕染，你们再去看看，那里面事可能会多。但是我觉得今天这节课比之前那个会更好理解一点点，尤其是你们有一点点基础的，或者看过咱们晕染课的。磨砂封层，稍等，上一层水彩完事儿啊，我把你们的疑问都解决掉。定位斜线，一大一小，或者说一大一小。在这儿斜线的都可以，或者横向的行吗？最好是不要的，最好不要。你哪怕在这有个大面积的，你上这一块小小的也是可以的，也可以把它反过来，下面大上面小，一定就是有大有小，这个晕染出来效果才会更好。旁边那个花瓣也是晕染后叠加，旁边那个花瓣哪个花瓣？哪有一个花瓣？哪个花瓣？这个吗？这个第一层你们要做这个的话，底下先上一层猫眼胶，猫眼吸完光之后，底下做一个单色渐变，完了上面叠花就行。做这种层次花瓣，一定记得第一层花瓣上色，一定记住第一层花瓣上色。就是你，不管你用水彩还是用甲油胶，一定是上完色之后再叠加第二层，出来的效果才会更好看。这个我今天给你们发朋友圈来着，我说我已经拍好教程了，但是最近的那个剪辑那边有点忙，所以说可能给大家上的稍微慢一点点啊，但是近2天都给大家上，好吧？来水彩上一下色。有，画画教程已经有了，我先给你们上，已经有了，但是他没剪完呢。水彩跟水彩真的不一样，我之前还老想着说推荐你们买点便宜的就行，结果就是这几期学员线下学员在用便宜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颜色也真难受，因为一层能做好就得重复叠加好多层，完了最终效果还不大好。所以买水彩大家别贪图便宜，尤其是你真的想正儿八经学，你买个稍好一点点的，对我们帮助还是比较大的。好，就这，我就不晕它了啊，保留一点点它这种实色边的样子。就这样就行。等待，我又怕我画蛇添足，不敢动了，先这吧。晾干一下封层，大家看效果。封层。水彩有吗？有，水彩有。这个在拼多多上都能卖到200多，咱这就100多块钱吧，带着什么盘，带着啥，你们自己去找啊。这直播不以这种卖产品为主，好吧？讲了这么长时间课，完了最后一看又有他卖产品呢。不是啊，不是，你们可以多选择多对比，就是只要去专门买水彩专用的，一定要选择有那种颜料是人家特制的那种就行。有的小分装是便宜，你看让我最后抠了一下，这气不气人？出来表面的这一层就这样的啊。不喜欢这个你们擦掉可以再去做，反正不要去叠加的太重，因为白色太重，底色太透的话，效果又不一样了，好吧？来给你们做了这几个，今天呢，一个小作业，不管同学们你们是哪天看回放也好，还是看直播也好，就是能看到的，今天就按照这几个上去试一下，有水彩就叠加水彩，没有水彩的话，你们就叠加到水彩前面那一层，用乳白色代替水彩，好吧？就叠加到乳白最重最厚的那一层，封层一下，看看效果，好不好？这个白色有点太重了，我应该把这个白色晕开一下会更好看。